肖战新电影《德贤景致》紧急定档12月6号。从预告释出到预售开启，全程仅15分钟，创下国产电影从定档至上映最短间隔纪录。这个时间真的很紧张，满打满算也就1周的时间。但是因为这部电影有着强大的台前幕后团队，所以在定档开预售之后呢，整体数据非常的爆表。目前不到1天，预售已经突破1600万，而且已经有一部分媒体人提前看片了。我给总结一下：非传统抗日题材，蓝小龙的本子不错，切口小表意大，片名代表工匠精神，演员没有掉队，群像刻画得很好。还有人评价年度10佳。注意啊，有亮点，融入黑色幽默元素。肖战扮演的莫德贤有点神经质，最好笑的是爷爷叫莫有贤，爸爸叫莫德贤，儿子叫莫等闲。你们老莫家到底在忙什么？这么不得闲？在这里调动吗？那德仁走进地，我们能杀了他们。从仅有的几秒台词来看，肖战学了南京一带的口音，符合他电影中的人设，应该是做足了功课，下了苦心。那德贤景致是什么意思呢？请听肖战本人的回答：属于德贤的严谨的制造。而剧情方面，也正如导演孔生所言，本想偷懒，却选了最复杂的项目。从仅有的信息来看，整部电影是想以小见大。前公莫德贤原本是南京人，那一年他家乡被敌人几乎屠戮殆尽，他带着家人逃到了当时未被战火侵袭的世外桃源歌止镇，在那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日子。可是战火还是来了，村民们没办法，只能拿农具当武器，靠榫卯、陷阱、辣椒粉、烟仗这些土办法奋起反抗。所以跑啊，躲避啊，有什么用？人家就是奔着抢夺领土、亡国灭族来的，只有反抗，只有打败敌人，我们的家人才有活的希望。所以啊，结合现在的国际形势、中日关系，这部影片的上线是不是很能鼓舞士气？那片中肖战饰演的莫德贤形象颠覆，我好喜欢这个镜头。如果我是片方宣发德化，这绝对会是第一个定档物料，非常有冲击感和故事感。这一整段属于高压情绪戏，角色在混乱、极端恐惧、愤怒与觉醒之间来回拉扯，是演员非常吃劲的类型。画面里的肖战眼神明显带着高速扫描危险的恐惧，眼球不完全聚焦，而是在看不清但又必须看的状态。这种惊恐发散感非常贴合遭遇突发暴力的平民心理。这是人物从逃避到意识到必须反抗的情绪节点，属于压着哭腔的愤怒与无助，很生活流，是乱世普通人的恐惧与愤怒交织。面部表情方面，嘴微张，鼻翼微颤，典型被吓到后呼吸紊乱的反应。下颌轻微紧绷，压着怒气，用牙关固定情绪。额头和面颊上全是冷汗、混乱、绝望，刚跑过命的窒息感。这种表演不是夸张的哭吼，而是压抑式的人到极限的僵硬。这种恐惧不是戏剧化的，而是真实的，像纪录片，普通人突然目睹暴力的天然反应，以及克制的痛语逐渐升起的狠。还有那一滴泪，真得是点睛啊，朋友们，那不是煽情用力挤出来的眼泪，不是为了镜头美感的水光，而是人在极度惊恐、极度愤怒、极度无助时生理性冲出来的一滴泪。所以这一幕真正高级的不是演技表象，而是他把人的本能反应拍出来了。那其他主演方面，预告中还有彭昱畅饰演萧衍，带着遗忘炮兵的悲壮；周依然饰演夏承，展现母性本能的反抗。另外还有阿如那、杨新明、尹正等演员，形成了一个多元的草根群像。尽管热度飙升，预售很好，还有影评人说就是啊什么的，但我觉得还是不预设票房为好。因为德贤景致仍面临排片挤压，你看现在的排片啊，前面正顶着一个巨无霸《疯狂动物城2》刚刚上线，这电影周六周日的票房预售已经爆了，排片直接拉到70%以上。以目前的趋势啊 ，AI 已经预测到了38亿。从26号的数据来看，国内票房就已经和北美打了个平手，未来超越北美市场已经是迟早的事情。毕竟看猫眼数据，短短3天。现在内地票房都已经飙升到了10亿以上，折合1.4亿美元。有时候内地观众的喜好啊，你真的无法预估。毕竟这部动画片的第一部内地票房也只是15亿人民币，感觉迪士尼这次是要开心坏了。然后后面12月19日
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巨无霸《阿凡达3》，这部剧也很厉害，前2部一个影史第1，一个影史第3。这种存在一旦排片起来，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压制效果。在这么夹心的位置里，德贤景致如果非得硬插进去，那12月6号确实是最好的时间。但有黑粉非要阴阳怪气，说什么蹭国际局势、投机取巧，所以才紧急提档。我只能是无语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局势，这只是一部电影，谁都无法预设观众喜好。那既然片方这样，即使前有狼后有虎，也要只留1周宣传，突袭式上映，肯定是有其他的原因。要知道，这部影片已完成拍摄1年多了，如果真要选档期的话，今年的5一、11、暑期档哪个都比现在好，除非是片方在等春节档，或者一直在等审核通过。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说法。大家可别小看内娱审核部门对电影的影响力。别的不说，你看暑期档的2部同题材片子就知道了，一部是《南京照相馆》，今年2月才开拍，7月暑期就能上映了，直接赶在了731的前面，狂澜30亿。那另一部731就坎坷非常，2021年拍完，硬生生卡了4年，2025年暑期才上映，还在同题材的《南京照相馆》之后才挤出来。如果不是因为题材敏感、审核极严，多次删减修改，我想不到任何原因。当然，也可能会有网友说，专注电影，不谈政治。但问题是，战争片怎么可能不涉及政治？政治就是它的底色，谁也绕不开。先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在本周这部电影有那部看片呢，我很有幸提前看过这部电影的。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个人非常喜欢，是那种今年个人华语10佳之一的那种喜欢。先说片名德贤景致，在看电影之前，说实话，我跟很多朋友一样，对这个片名有点困惑，有点拗口，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德贤就是男主角的名字，肖战饰演的莫德贤，景致就是真诚的用心制作出来的东西。他会在他制作的每一届作品上面刻上德贤景致这4个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用很多剪刀，他们会写着张小泉、王麻子，就是这个匠人对自己得意的作品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么个意思。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片名是够村子，是看完电影才发现，这个电影的气质跟这个片名其实非常不同。你要是用那种特别商业的有点俗套的片名，其实有点配不上这个故事这个电影的导演加上编剧蓝小龙之前合作过一部剧叫《生死线》以及蓝小龙编剧的《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剧。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团长我的团》，你一定会喜欢德贤景致。我个人很喜欢这部剧，就是那种真正的小人物抗命的故事，一群小人物被逼无奈，然后奋起反抗，它的高潮戏、它的结局都特别打动我。以及我觉得有可能肖战以后德贤景致就是他的电影代表作。我觉得肖战在里面演得还挺好，就是他把这个莫德贤这个角色有一点点神经质的那种特质饰演的淋漓尽致。我个人反正是挺喜欢的。我觉得这部剧的群像塑造特别的生动饱满我个人很喜欢。更多的不多说了，我后面会做长视频跟大家详细聊这部电影，也不跟大家剧透了。反正12月6号我是真诚的推荐大家去看德贤景致，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12月6号看完之后能喜欢。